身处分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们说到平常啊，像我们会吃有一些营养素，像蛋白粉啊、益生菌啊，或者是维他命胶原蛋白，一个月大概是好几千块，希望就把健康稍微做一些补充。可是为什么呢？有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平常也都吃这些补品啊，可是好像补了也没太起作用，那有时候还会过敏，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哎，皮肤越来越差，然后肚子胀气也是一直都有问题。问题可能不是在于你吃不够的这个补充品哦，是有可能我们的人体是吸收不了。还有的人呢是吃鸡蛋，还有喝豆浆，竟然也让身体造成慢性发炎。哎，鸡蛋本来是对我们身体很好的食物，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子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您找出到底是哪一道防线坏了，让我们的营养白白流失，还可能引爆全身慢性发炎。好，那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话题的话呢，请继续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你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美国西方州立大学人类营养暨功能医学硕士，同时也是汉氏诊所医师王凯宇医师。Hello，王医师你好。大家好，我是王凯瑜医师。王医师你好，我今天很们今开心可以天要讨论再跟 JoJo 见面。是王医生您好，对，上次您谈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肠漏的部分啊，抗老的部分，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这也是您非是，常专项的一个项目，我们也想借这机会来继续跟您请教，因为现在人对，真的是很注重吃的营养。比如说摄取蛋是，白质啊，甚至各种不同的补充剂。然后，但是呢，日本有2位知名的医生，叫做秋山煮酒，还有平岛彻郎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肠道漏了，吃再多都没有用。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请教一是。下王医生，现在肠漏症的人，说实在真的很多吗？应该说以我们的临床观察而言，大概10个人，应该有7、8个人其实都有多多少啊，少有肠漏症的状况，可是只是说哇哦，它的程度是轻的还是重的。如果是轻的话，你可能当下不会有什么感觉，然后借由后续的一些休息呀、或者是一些食物，你自己也不知不觉的调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自己恢复。可是，在严重的状况的话，其实是不可能在你完全都没有做其他多余的一些介入，就恢复成正常的，这个叫做严重的肠漏症。那很多人都会说啊，营养这个东西就是我吃什么就是什么，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但是在我们营养学跟功能医学的专项里面呢，更精准的说法是你吸收了什么才是什么，就是 you are what you absorb。就是你要有吸收才是真的是你的，而不是说专精在于说我今天吃的多均衡。不管吃的再均衡，今天如果我们肠子是漏的状况，其实你的营养素或者是你吃的一些保健食品，根本就不会进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做一个消化跟吸收哦。那什么叫做肠漏症？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其实就像一个一个就是很排列整齐的豆腐，就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那中间它不可能是这样子，不是磁力的这样子连在一起的，中间是有蛋白质的连接的桥接，我们叫做 tight junction 的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受到我们的肠道的一些系统的紊乱，比如说我的肠菌丛不平衡，或者是我的小肠菌丛异常增生，或者是因为我们这些的环境不好，造成我们肠道的一些酸碱值受到了一些影响。肠道的酸碱值应该跟水一样，希望在中性会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如果当我们吃的东西很混乱，造成肠道的环境不好的时候，很有可能整个肠道的环境就会偏酸性。酸性这个东西，知道都会让蛋白质变质。那我们的肠道细胞中间的连接 tight junction 它的一个成分本身就是蛋白质，所以很有可能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之下，这个 tight junction 会断掉。断掉之后，我们的一些还没消化过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直接从口进入的一些抗原啊、抗一些病毒啊，就很容易从我们的肠细胞漏过去，跟我们的一些免疫细胞、跟我们的血液接触，这个叫做我们的肠漏症。所以肠漏症这个事情其实可大可小。有些人可能只是会觉得说啊，我可能身体比较疲累一些些，这个有可能也跟肠漏症有关。再严重一些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慢性的免疫系统。有些人就可能会慢慢的有一些自体免疫的部分发哇生，对，包哇，含过敏，所以
是，对所以其实对我们肠子漏了肠漏症，这听起来很直观的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原对，来它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些影响。其实很是多人都没有发现自己好像肠道出问题吗？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就是例子好了，诶我们是。我们如果排便的话，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自己肠子有问题呢？是，应该说，如果是排便的话，有几个可以去观察的地方。一个就是我嗯，有一些肠燥症的状况。什么叫肠燥症？就是我一下子便秘，一下子腹泻，就是你也抓不到这个的规律大概在哪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的大便的形态变得特别的软黏，就是我马桶也黏，然后在擦拭的时候，哎，也非常多还黏在我们的肛门口的一个状况，代表说这个整个的大便的形态可能就不是到非常完整，或者是有些再更深入一点，可以再看我们大出来的粪便里面，就是有没有夹杂一些还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那这个就要特别有点出来说，我们的那个明天见，俗称明天见的金针菇，这个不算。你你说啊，我你刚吃金刚在针菇，说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金针菇。对，就是说啊，那每个人吃都大出来，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肠漏症吗？并不是，因为金针菇嗯，它的表皮比较特殊，它有一个对，几丁质的成分在，我们人体是没有这个消化酶在的。不管怎嗯。样，再健康的人吃，一定还是会明天见，所以这个不是。对，其他的食物就有可能代表说，可能有一些肠漏症的一些潜在的因子在里面。是，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可以看从粪便的部分哦，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我们的肠子的状况，然后看是不对是就是比较不容易冲掉啊，或者是比较不容易擦掉。那这个部分可能对要特别注意，就是你要自己观察一下身体。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医师，您在临是，床上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患者来求诊呢？有没有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案例？嗯，对，其实蛮多的。那最常见的就是说，像一些中年，应该不会说中年，青壮年三四嗯。十岁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去做了一些全套的健康检查，都没有嗯，发现说胃有发炎，都没有发现大肠有息肉，这些都没有。所以他一直反复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胃胀，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容易产气的这个状况产生，而且很有可能会伴随像现代人很常的有一些偏头痛的情形。然后像女性很有可能我经前症候群非常严重，或者是一些多囊性卵巢的一个困扰。以男性而言的话，很有可能他就有一个慢性疲劳的这个状况，说怎样都提不起劲，或者是像性欲的部分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些都跟我们的肠道有关系，我们的检验之后都可以发现多多少少都有肠漏症的情形，再加上有一些慢性食物过敏的状况。那调整的部分可能就是先避开就是比较急性的一些过敏的食物的种类，然后再慢慢的用我们的导入的方式去做一个调整，这样子。是，其实说到检测，很多人会说，哎，我平常都有做健康检查啊、健检啊，好像数字都还是蛮漂亮的。可是有些是，细微的地方，哎，都一直没有检查出来。这个部分，我觉得功能医学其实都可以帮上忙，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案例，他可能做一些对细部的检查之后，哎，就发现他原来有这个肠道的问题，那也可以针对对这个问题去做处理。这也是预防医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我们再讲是，回来，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两位日本的医生秋山祖久跟平岛策郎这两位医生，他说肠道不漏百病消，然后他推荐人家要吃一些东西，可不可以请王医生也跟我们分享，就说哎，他到底推荐我们可以吃什么呢？是，他推荐的8种食物，就是包嗯含鸡蛋豆类然后牛蒡、洋葱、酪梨，我们的海带昆布、紫菜的这种海藻类，或者是蔬菜、鱼贝的这些海鲜类，香菇、木耳或者是糙米或者是糯麦的这些谷物类。那我主要可以把这8种食物大概可以分为2大的功用这样子。那第一大功用就是提供优质的蛋白质跟微量元素，所以就是像鸡蛋或者是他推荐的一些鱼贝的海鲜类。因为我们的肠道黏膜大概每3到5天就会要汰旧换新一次，你把旧的给踢掉，要生成新的，它需要有原料来生成。那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原料，因为它富含很好的一些氨基酸。那像他特别提到的鱼贝类，就是海鲜，
它富含的一个微量元素叫做锌。那锌这个东西，它是伤口愈合跟维持我们的胎junction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原料，所以这两个食物可以补充刚刚说到的这个蛋白质跟微量元素。那其他的其他5个的食物，就是第2个种类，包含我们的牛蒡啊，一些海藻类，我们的蔬菜、香菇、木耳跟那个糙米跟糯麦。那这些食物它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膳食纤维在里面。除了膳食纤维以外呢，还有一些寡糖跟特殊的多糖体，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好菌的食物，叫做益生元。所以好菌吃了这些他们的食物，吃了益生元之后，它就可以代谢出一些好的短链的脂肪酸，例如丁酸。丁酸这个很重要，它是我们的肠道细胞的一个原料，也就是肠道细胞的食物。所以如果丁酸多的话，我们的上皮细胞就能够增生的好一点，完整一点，它就可以直接补我们的肠漏针的漏洞，帮助我们有一些抗发炎。最后提到的是黄豆的部分，黄豆的部分其实是集结刚刚说的蛋白质跟益生元的食物，它可以同时提供我们的植物性蛋白跟大豆的低聚糖，它可以同时呢修补我们的肠黏膜，然后跟丰富我们的大肠的菌相的多样性。所以其实豆类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食物，这样子。是，那其实王医生，你讲到豆类啊，我就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有的人哦，就是讲说喝豆浆，就是他，哎，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摄取蛋白质啊，然后同时补充到肠道的益生菌喜欢的这些寡糖，但有些人是越喝越糟糕呢。这个部分我想要好好请教你，因为我们台湾算是很流行喝豆浆哦，喝豆华人喝浆豆浆是绝对是补充我们很好的植物性蛋白，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对，问题是在哪里？是蛋白，应该说我们的豆浆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发酵性的糖类。高发酵性的糖类，这个在一般健康的人的肠道比较不会有反应。可是如果说我们的肠菌相已经不平衡，或者是我们的坏菌已经多到溢到我们的小肠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些寡糖很容易被我们的坏菌先当做食物给吃掉。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像面包的酵母一直咕噜咕噜的产气的这个感觉。所以它的气体的增生其实会特别特别多，包含我们的二氧化碳、氢气跟甲烷，这些东西就会导致我们有一些严重的胀气、腹痛，或者是很容易肠绞痛，很像有东西在掐你、扭毛巾的这个感觉。所以在现代医学看起来，或者是功能医学的角度看起来，都是可以显现说有一个肠道的微环境失衡的一个警讯在。然后除了题外话，就是说这种高产气的食物，除了黄豆之外，在华人世界特别常用的，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吃一些热炒类的东西，热炒没有蒜头跟洋葱是绝对不香的，所以我们绝对会用到这些东西，一样是高产气的食物。像我以前就是小时候不懂，我非常喜欢吃卤大蒜。这是我特别的癖好，所以我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在高中的时候，我是以卤大蒜这个食物当做提神的，这个别人喝咖啡，我吃大蒜，吃一吃真的是突然觉得肚子胀到不行。然后我的那时候的想法只有觉得说我可能吃太饱了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渐渐的戒掉这个习惯，莫名其妙的这个事情也就结束。我想说啊，那时候小时候的我就觉得说单纯吃太饱，可是后来接触到功能医学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不是，因为它也是高产气的食物，所以相信我们的听众跟观众，就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华人，华人的饮食习惯，葱、大蒜、洋葱这些都偏高产气，所以你可能在夹配料的时候，如果你刚好肚子比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先避开。好，然后再回到黄豆的地方，黄豆除了它是高产气的食物之外，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胰蛋白酶的抑制的成分在，这样子。什么叫做胰蛋白酶？我们所有的蛋白质进到我们的肠道，就会需要胰蛋白酶的一个消化，它才能够产生我们可以利用的氨基酸。所以胰蛋白酶这个 PE1 呢，在生豆就是黄豆没有煮到全熟的这个里面是富含非常多的，因为那个是黄豆的自己的一个生存的机制。如果它没有抑制的话，它自己就被自己分解掉了。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它煮熟的话，这个的蛋白酶的抑制剂就会一直在，吃到我们的体内，它就会抑制我们肠道的胰蛋白酶的作用。所以所有的蛋白质进到我们的肠道，你可能消化就会比较不好。所以有些人他自己磨豆浆，其实他不知道那个温度需要去怎么控。
或者是需要煮到多久。有些人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渣渣剩很多，这样子味道很香很深的这个状况，他觉得比较好。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肠道的消化的功能，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肠漏跟我们的肠道慢性发炎的状况。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尤其是喜欢自己磨豆浆的人。是，刚才王医生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在西方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啊，这个豆子啊是不是转基因的豆子？然后其实呢，很多时候它不但只是因为转基因，是你自己肠道本身可能对，就是它就比较容易生胀气嘛。那另外还有就是豆浆的问题，因为刚才提到了，有可能就是你的豆浆你自己在家里自制豆浆，然后你没有把它加热到足够的话，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自己在家里自制豆浆不是不好，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它加热到你可以喝为止，不然它其实也会对你的肠道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对，那王医生，我们知道哈，就是有些人呢喝豆浆会胀气，所以有的人他会选择说，发芽豆浆，我们可以来改善这种情况。但是有的人哦，就是对豆类是过敏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医师，有哪些食物是我们认为还蛮健康的？因为豆类很健康，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的呢？对，因为我们功能医学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所以其实每个人适合的一些饮食的配方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规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俗话说，我的蜜糖你的毒药，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对我好的对你不一定是好。那像大家很常，比如说我开始要健身的时候，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鸡蛋。因为他觉得鸡蛋的这个蛋白质的量非常非常高，然后是一个很经济实惠，然后很有全营养的一个食物。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慢性食物不耐的这个排行榜上，鸡蛋其实常常都是第一名，尤其是它的蛋白的部分。蛋白中的软蛋白跟溶菌酶，其实它的分子结构对于我们人体是相对的难消化的。所以如果说当你难消化之外，当你又有肠漏症的情形的话，这些比较没有分解完全的蛋白分子，它漏到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觉得超级激动，想说，你这个没有切得很碎的，我其实没看过你是谁，它就会攻击。所以这个攻击的状况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全身的皮肤痒啊、荨麻疹啊，或者是一些关节发炎的状况。然后像小朋友，就是婴儿，他在接触副食品的时候，其实蛋白也是要放到很后面才是。蛋黄反而它的成分相对的人体比较能够接受，所以这个也是如果大家小朋友就是正在4到6个月要导入副食品的时候，其实你要先从蛋黄慢慢的给他试，到比较后面确定他都没事了，才能开始试全蛋的部分。所以小朋友是这样，我们大人也是，就是常常我们过敏的地方其实是它的蛋白的部分。是，其实王医生，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鸡蛋我还特别要呼应一下，因为我先生以前他就是吃鸡蛋就会过敏，他是属于那种有气喘，然后吃鸡蛋也会过敏的人，所以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小朋友可能要先从蛋黄开始。我们健身的人说，鸡蛋清是比较好的，蛋白是最好，但是其实小朋友可能就不是哦，你可能要先测试一下它行不行。好，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觉得非常好的、很健康的食品，也是有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对，就是乳制品，就是除了鸡蛋。想要健康的人，第一个买鸡蛋，第二个就是买牛奶或者是豆浆。豆浆刚刚我们讲过了，所以牛奶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魔王这样子。除了大家就是很常提到的，就说我可能有一点点乳糖不耐之外，更难产的其实是它乳制品里面的酪蛋白。酪蛋白它这个敏感，其实它跟麸质的结构都很类似，所以麸质的结构类似的话，它就很容易引发我们的肠道黏膜的一个慢性发炎。它会产生我们的解连蛋白，叫做 Rolin 的这个蛋白质，让我们的肠道细胞再分开更多一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像有一些慢性的一些中耳炎，或者是常常有一些脓疱性的青春痘的一个患者，他其实在停掉乳制品之后，其实都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哇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特别注意，可能就是你不适合吃，有时候可能身体出现一些发炎的情况，你自己不知道，里面有可能就是乳制品。再来还有一个大家也都是很爱的，但是它也排行上有名。对，还有一个也是大家正要开始变漂亮健身的时候会买的东西，燕麦片。
尤其是现在年轻的女性很常吃过夜燕麦，就说啊，我前一天先把燕麦装到漂亮的玻璃罐里面，我倒一些牛奶、优格啊，加一些比如说水果进去冰，然后隔天当做早餐的一个方式做使用，不是说不行，可是全麦跟小麦制品里面含有的麸质其实非常高，所以这个就包含我们吃的全麦面包跟燕麦片这些燕麦的制品这样子。那这些麸质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消化的蛋白质。刚刚有说到那个解连蛋白肿瘤粒，就是从麸质接触到肠道细胞这个过程所发现的，是因为这样才发现，代表说它其实一接触到就会产生我们的解连蛋白。所以我们其实只要一接触到麸质，我的肠道当下其实就会有一点漏。那你怎样的人可以合回去？就是比如说我生活是一个非常规律的人，我其他的蛋白质、其他的矿物质的补充也都非常多。那当然一下子漏，我吃其他东西营养进去，它自己就有办法合起来。可是当我今天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人，我又吃除了吃麸质，我还喝牛奶、喝豆浆，又吃蛋，这个全部加在一起，很有可能慢慢的就有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肠漏症的疑虑在。哇哦，所以这3样东西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豆浆啊，对然后麸质啊，或者鸡蛋，可能你有其中一样，你就要特别注意，或者你肠道的问题，一定要赶快把它改善。那另外对对，食物敏感的部分哦，因为有的人会去做食物过敏检测，大部分如果有过是，敏就会去检测，但是验出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都不能吃哈。也有人说，哎呀，这个验慢性食物敏感根本就是智商税，所以请教一下王是。医生，这到底是真的吗？对，因为其实我们不会有分应该说我们的过敏的检测有分两种，一个是急性过敏，我们验的是 IgE。急性过敏验出来的东西，你就是绝对不能碰到。比如说我就是花生过敏，我不可能说我慢慢试米试1颗2颗，看会不会怎样，是不行的，因为你有可能一下就急性过敏，会影响到我整个呼吸道，整个肿起来，我是没办法呼吸，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验到 IgE 的这个急性过敏，它就是你立刻要避免，绝对不能再接触到的食物。那我们说的慢性食物过敏，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不会提到过敏这个词，我们称作慢性食物敏感 IgG4。慢性食物敏感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是要搭配我们肠漏症的报告一起看。我今天的肠漏症已经看到说，我的确有比较严重的肠漏症的情形，我再反过来去验我们的这个慢性食物敏感的状况，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这么多接触到这些食物，这么多没有消化，导致它很提前的就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做一个结合，导致我身上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发炎的状况。那因为有这个情形，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就中重度敏感的食物，我们先避开3到6个月。那等到我们把肠漏症的这个部分给补齐之后，你再慢慢的把这些食物导入回去，其实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慢性食物敏感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从此之后都不能吃。有些人验到整排，我豆类不行我猪肉也过敏，然后我鸡蛋也不行，他看了就觉得好烦哦，这个是不是在骗我啊？为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其实不是的，只是告诉你说，你的确在之前的生活之中，这些东西的接触过多，然后也有漏出去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做辨识，所以我们必须先提前把这些食物给避掉。大概它的解读会是这个样子。是，我觉得现代人真的还蛮需要这样子的检测，因为很多人我们就会觉得说，过去的检测可能就是急性的过敏，那我们大家就特别注意，然后有时候不是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慢慢去调整，其实慢慢调整，你的身体可能会。因为你选择适合你身体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些食物，那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恢复健康。我觉得这个对，是吃跟我们真的是跟我们的健康太有关联了，所以这是。个部分还蛮重要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医师，您在临床上，你会不会建议说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最好你要去做一下检测食物过敏呢？是，就像是我们的急性食物过敏或者是慢性食物敏感的这个部分，第一个是常年如果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很多人说我哪都不舒服这样子，所以你不管去看什么科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来做一个检测，包含像现代人很常的有一些慢性的偏头痛有一些严重的脑雾，就说我好像记忆力有点丧失，或者是我注意力没有办法很集中。再加上一些慢性疲劳，或者是我只要没吃抗过敏的药，我就全身开始起一些痒疹，
荨麻疹，或者是一些慢性的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有一些异常的焦虑或者是异常的 depress 的状况，这些都可以来检测。第二个我会很建议，就是有自体免疫疾病的本身就有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或者是他的家人有这样的家族史的状况，像是一些桥本氏的一些甲状腺炎，我们的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包含现在其实从小朋友就很常提到的一些，像是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些其实都很建议来验，因为这类的患者常常都会伴随比较严重的肠漏，我们必须要先找到他慢性食物敏感到底是对哪一类，把我们的肠子补起来之后，再慢慢的导入这些食物，才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营养的吸收，尤其是小朋友，因为他正在长高，他需要有一些营养的导入，不然会严重影响到他的生长的状况，所以很多人都是我有过敏，当然就是吃抗过敏的药嘛，或者是严重一点用一些类固醇。那他真正有治到他的根本吗？其实不一定，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吃得非常的健康清淡，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肠胃道好像常常的反复的有一些胀气，或者是很容易像一些中老年人可能就很容易说我稍微有一个蹲下的这个动作，我就一直排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就要特别注意。或者是有一些反复的一些腹泻跟便秘交互产生的这个状况，就有可能它其实已经有一个肠漏症或者是菌相不平衡的一个状况在，就会蛮适合检验的。哇哦，其实刚才王医生您这样一不说你就是不说我们都还不知道，就有些情况我们根本会觉得它就是一些过敏啊，或者有时候会觉得只是皮肤痒而已，可是没有想到这跟我们的肠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部分还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如果你发现刚刚上述王医生说的这么多的情况，麻烦您可以去做一下检测，看看你的肠道到底是 O 不 OK。那如果这样子好了，如果我现在跟着医生开始建议的吃，然后调整作息，那这个肠漏的情况，漏的肠子，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可以修补好呢？对，如果是轻度的话，大概估1到2个月可以初步的修复，就说你的状况可能就会好大概50%。可是如果说像我刚刚说到有非常严重的慢性肠漏，或者是伴随还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状况，比如说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皮肤过敏鼻子过敏，这个非常严重，大概都需要3个月到6个月的慢慢的系统性的调理。那很多人就会问说，你刚刚有说我们的肠道的黏膜细胞明明3到5天就换一轮，那为什么我的治疗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整个的治疗不是只有让它的细胞长出来，它中间的 tight junction 它也需要有紧密的连接，而且我们还要重塑整个肠道的环境，我们要让好菌长得比坏菌多，让它整个的好菌的平衡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包含消炎包含调整我们的胃酸跟我们的胆汁的分泌，然后让我们的菌相可以好好的长起来。所以这个其实是一场耐力赛就不是说我3天吃的比较干净一点，这件事情就应该被我解决。你可以想说我已经摧残我的肠道这么久的时间，我每天都吃那么多好吃但是不健康的，怎么可能我稍微忌口一下就完全好？所以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做调理的。那调理之后，你可以发现就是不只是可能肠胃道的一些症状稍微减轻，有些人就是我的精神也会变得稍微比较好一些，然后在皮肤的表现上也可以比较透亮一点，这个都是可以见到的一些反应。真的，我觉得现代人有时候看起来脸色就是不太好，不只是因为压力大，可能就是你皮肤变得不好，最近感觉好像睡得不好，或者是容易疲倦，这个跟我们的肠道症状真的也有一点关系。刚才其实王医生一开始有讲到，大概七八成吧都有这个情况，所以大家特别注意。现在还有我想稍微再先打个岔，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观众在问肠漏症是什么情况，当然我们一开始王医生有跟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您可不可以再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刚才有人在问，对，到底是肠漏症是什么？肠漏症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就是我们出国的时候要做过海关嘛，就是他要看你有没有合格，证件他盖章才能够过去，所以它是其实有一个审核在的，一个完整的肠道，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海关系统。你是坏的，你不能进来，你还没消化完，你在外面，它可以打。你 OK 了，让你过去，我这个就比较不会有一些过敏或者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状况。如果说我今天肠漏症的情形，你可以想象，就是海关都在偷懒，
他这样要看不看你的证件过去没看到有些就会趁机就会溜过去嘛，我携带一些比较不法的东西我还没有消化完，我整个大分子就过去，那过去之后就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免疫系统，我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我当然攻打你啊，所以可以把肠漏症想象是我整个的海关的系统出错的一个状况，对。是，所以就可能会放错人进来，或放错人进去，所以放错营养素到你的肠道里面，或者应该要留下来的就放走了，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觉得现在有的人啊，就是会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有观众来提问，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我的风湿免疫科医生都认为肠漏跟自体免疫病没关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王医生，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说他的医生觉得并没有关系吗？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说，就是这个是每一个接触到的资料，或者是他钻研的部分可能比较不同，对于不同的一些领域，他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子。因为当你没有在这个领域就是深耕很久的时候，你看到这类的病患可能就会相对的比较少一些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像有些自体免疫疾病的人，其实他会慢慢的用药会越来越重，这个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原本只是吃一些类固醇，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要这么的激动，接下来他可能就会进到一些免疫抑制剂的部分，让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停摆的状况，让我们的自体的一些免疫不要再攻击我们的组织。可是在功能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这个压制算是一个完全的治疗吗？其实不太一定，因为它并不是它整个的免疫系统出错的一个根本，不是说你强我就压你，你强我就压你，那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一个情况。人体的一个自然的设定，它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出错的时候，一定肯定是有一个小零件坏掉。那功能医学就是在往这个方面走，看你哪一个拼图掉了，哪一个零件出错了，帮忙补回来。那当然也不是我们不倡导说你来检验这些东西，你的所有的免疫的药物就不吃，也不做治疗，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帮助说看到您是肠道的部分可能出了问题，我们帮助你帮肠道的部分补起来，然后补起来之后，有可能其他的系统的部分的一些问题会慢慢的浮现，比如说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有可能它也不平衡，这个也有可能会刺激到，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组织胺，它其实有一个不耐的状况，没有办法分解到完全，这个也会刺激到我们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过度的反应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个医生都有他专精或者是他喜欢的一些领域这样子。当然有些人对于功能医学，因为毕竟功能医学这个并不是在现代的医学算是一个正主流的医学，我们像是一个辅助的角色这样子，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有些人的确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像有些状况是，比如说肠胃镜都做没事，然后可是他一直去挂号嘛，一直说我胃胀，我胃不舒服，那他就一直给他一些制酸剂或者是肠胃道蠕动调整的药。我们不能说这样子是完全不对的，是因为我们在传统医学能用的武器就只有这些。那可能在功能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看得比较再深入、再广泛一点，会希望说知道您的胃酸到底是过多，还是因为您本身分泌出来的胃酸其实是不够酸。所以身体才一直反复的刺激说你要再分泌多一点，不然你没有办法消化这些食物。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复的情形发生。你在一般的传统医学，我胃酸过多的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一出现，我就给你制酸剂。那制酸我的胃酸就已经不酸了，那当然就分泌更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它就一直会有一个反复的情形产生。有些人制酸剂就吃好久好久，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你制酸剂吃的太久，也会有一些小问题产生，因为胃酸它被设计者这么酸，有它的道理。我们从嘴巴的食物吃进去，它是第一道防线，它可以杀菌。所以当我们的胃酸变得没有那么酸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食物的菌
从外面吃进去的，它没有办法杀到非常完全，久而久之，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肠子的整个的菌相的一个平衡的部分，所以其实整个的系统都是一个连贯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刚刚 echo 到刚刚我们的观众的提问，就说为什么他的医生说完全没有关系？我通常就是不会讲到这么绝对这样子，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有什么关系？这个都会需要检验才可以知道，搞不好你来检验，你有这个状况你来检验，搞不好你有肠漏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像是组织胺的部分啊，神经传导物质的部分，或是粒线体功能的部分出错，这个小小的零件出错都有可能会造成免疫系统的紊乱。是非常感谢王医生哦，今天刚才就是回答观众的问题，同时也解析了很多人对有一些治疗的方法，或者是说对于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医学，他们针对不同的治疗，应该是说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概念，但是它都是不偏移的，都是希望能够把你整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尤其是刚才提到功能医学，我其实我因为做健康一家大概已经有12年了，大概在6、7年前，我就已经采访过一位美国的功能医学的医生，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他说，其实，在功能医学的角度上面来看，我们有时候是不是用这种传统的方法，但是他其实对民众的这种治疗方式上面来说，他不是最主，他们是说不是算最主流，现在不最主流的，但是其实他已经用了这样的方法，让很多的民众就是除了把他的症状已经就是也缓解了之后呢，他的身体的情况也恢复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尤其现代就是科学这么进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对于医学的我们对于医学的认识应该要再进一步了。我觉得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现在各种不同的学科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就像刚才提到，我们真的在各种主流的治疗方法上面，如果它没有起到作用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去考虑一下，有些情况你是可以怎么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主题对大家来讲都非常有帮助。那好，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讲说改善肠漏症，因为很多人都有肠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要帮助肠道更好吸收营养的话，王医生，我想请教你会建议整体我们大概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我觉得第一个步骤可能就是要先吃的健康，这样子，你就算没有验我们的慢性食物敏感，你也应该先暂时避开我们的像是一些加工食品，或者是一些精致的食品，反正好吃的啦，你能脑袋里面蹦出来好吃的东西，哇，我那些小蛋糕，这个是绝对不行的，这样子。然后像比较像是动物脂肪的部分也希望可以先避免，像猪油拌饭很香啊，鹅油拌面也很香啊，这些动物的油脂可能都比较多反式的脂肪这样子。然后像刚刚有提到的一些高风险的敏感源，比如说像是麸质啊、乳制品、豆类这些都可以先暂时避开这个部分，这样。然后再来是，如果说你是长期有头痛的状况的话，可能那些消炎止痛药可能它的频率不能吃到太密，因为这个也有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肠黏膜，这个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需要去补充我们的消化酶的部分，像刚刚有说到，很多人肠漏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消化不好，包含我们的胰蛋白酶不足，我们的胃酸不足，或者是胆汁分泌不够，这些都会让我们的食物其实消化的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会建议可能在吃饭的时候需要先细嚼慢咽。很多人现在很忙，包含我爸妈，偷偷讲，包含我爸妈，就是他们习惯吃东西吃很快，好像只是含着呢就吞进去。我说你没有咬，就是一定要咬，因为我们的一些口水它其实里面的消化酶非常多，你略过了第一道消化，你要叫胃做这么多事情，它一定会受肠胃道它其实压力很大，所以你必须帮助它，你必须要细嚼慢咽，然后必须在就是比如说像是药师啊，或者是医生的指示下，稍微补充一下我们植物性的消化酵素，或者是像是甜菜碱这些可以刺激我们胃酸或是胆汁分泌的东西，把源头就把我们的食物给分解得更碎、更好吸收，这个是第二个步骤。那第三个步骤就讲到说，我们可能这些肠漏症的人，他其实我们的肠菌相都非常的不平衡，所以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体内的好菌变得再多一些些，像刚刚那个秋山跟平岛医师有推荐到的，像是一些菇类啊、海藻
这些其实它都富含我们的益生元。当我们的肠道的发炎经由刚刚第一个步骤跟第二个步骤有稍微缓解之后，再来导入这些益生元，然后导入我们的益生菌，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的好菌的底气给补起来，就让它的环境给养好。这个是第3个步骤。那第4个步骤可能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补充可以修复我们肠黏膜的原料，尤其是我们的叫做一个脯酰氨酸，左旋脯酰氨酸的这个东西 glutamine， 它其实是我们肠道细胞最爱的原料。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吃多一点点，像刚刚邱珊跟平岛医师也都有讲到的，就是鱼类、贝类的东西，它可以补充。第一个，除了蛋白质之外，还有锌的这个成分在，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去补充我们的肠黏膜的一个稳定。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个人其实蛮推荐补充维他命 D 的，因为维他命 D 除了掌管让我们的骨头的生成可以更好一点，它其实也关乎到我们皮肤的整个完整的程度，肠道的整个的完整的程度跟我们的毛囊的健康，这个其实都有关系。所以补充维他命 D 这个是我就是觉得最划算的一件事情。那很多人都说啊，那我就出去多晒太阳。其实你太阳要晒到我们的维他命 D 非常足，其实你可能会晒到6倍。就是这个我常常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去讨厌就是用外来补充维他命的这件事情，因为维他命 D 它的生成其实是非常的严格哦，我需要完全没有防晒、没有遮蔽的状况下，正中午出去晒，大概半小时以上，身体才会开始自动的生成我们的维他命 D。我都跟大家说不要这么辛苦这样子，现在的医学的确是已经有提炼出来维他命 D 可以给大家做使用了，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的营养素这样子，对。是，我想今天哦，真的王医生您带来很多有关于我们真的对于，因为肠道嘛，肠道真的是人家说肠道顾好人就会不老。上次您在直播中也跟我们讲到，就是顾好我们的肠道，其实中医也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肠道这个海关刚刚讲到修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值得投资的事情。我想这个肠道的健康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我觉得未来还有机会，还是要请王医生来多多跟我们分享。因为现代人真的补充很多各种不同营养素，包括补充品啊、补充剂，我觉得大家也是会很舍得来花钱哦，就是说让自己真的补充的很好的营养。可是如果你的肠道不吸收，确实是真的有点浪费了。所以我想大家如果今天呢看完直播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也会建议大家写在就是直播底下，然后未来我们有机会再邀请王医生来跟我们分享更多有关肠道健康，甚至是有关功能医学的一些对我们健康的帮助。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王凯瑜医生，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谢谢王医生，谢谢 JoJo， 谢谢。谢谢谢谢。我想其实啊，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啊进补啊，真是忽略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漏的肠子修好。所以刚才王医生讲的非常的清晰，我自己都学到很多，我就觉得我们肠道屏障真的如果没有恢复正常，我们的营养其实真的没有办法被吸收，或者是我们觉得吃的很健康，我们在讲 superfood， 可是如果你的肠道真的不喜欢它的话，如果你把它调整到你的肠道喜欢它的时候，那这个营养才能够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身体也就可以慢慢的回到健康的状态。所以你下次正准备要急着买新的保健品，问问自己，你的肠道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被吸收了嘛？好，我希望今天的内容真的能够帮助大家找到真正健康的起点。我想也希望大家能把这集节目分享你身边注重健康、注重营养的朋友，还有离线前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